校花第一次参加幻神觉醒仪式，就凭借一句杀神之名传千古，赤壁之战血染江，令传说中的杀神白起降临人间。然而当我好心纠正他话里的错误时，却当场遭受到了樱花国观众的无情嘲讽，甚至连华夏同学也笑骂我是个不懂历史的白痴。原来100年前神话擂台降临大陆，各国神明复苏，所有人只要年满16岁便可以通过神启示唤醒神明，换神成功者可获得神明之力，代表国家征战神话擂台。可一旦换名错误，那失败者只有死亡这一个下场。然而华夏文明断层，大量历史神话记录都被埋藏在尘埃之中，导致华夏国与樱花国的神话擂台已经连输2场，再输1场的话就要面临割地的后果。所以现在迫切需要觉醒一个强大的神明来扭转局势，毕竟是个人都不想再次被樱花国踩在脚下。而今天正是1年1度的神启之日，随着城主的一声神启仪式正式开始，在场的10亿同学瞬间开始欢呼起来。这时一名身材高挑的女生走上觉醒台，而她正是全国统考第1名，剑仙柳如风之女刘晓嫣。随着她将手放在神启石上，一道神光乍现，仅片刻3道神明法相就浮现在天空之中。看到这一幕，城主满脸欣喜，竟然激发了异象，一定是出现了高品级神明。可我的眼神却是骤然一凝，只因这些法相长得居然与前世的神明一模一样。而在我愣神之际，刘晓嫣也做出了选择，杀神之命传千古，诸国兵败尽归降，赤壁之战血染江，铁血丹心照霄汉。晚辈刘晓嫣恭请杀神白起降临。听到此话，我更加懵逼了，这白起跟赤壁之战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长平之战吗？一位来自秦朝的杀神，一场东汉末年的战役，两者相隔几百年，根本毫不相干啊！此话一出，周围立刻响起旁人的冷语，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什么档次啊？竟然敢质疑统考榜首剑仙之女，还有长平之战是什么鬼？你瞎编的历史吗？史料记载的经典战役中，排名第1的就是赤壁之战。闻言我没有生气，而是感到十分的可悲。看来如今的华夏文明已经完全断层了，人们已经将历史彻底遗忘了。此刻刘晓嫣已经成功激活 S 级神明白起，但可惜的是，她还是无法代表华夏出战本场的对决，只因她和白起的契合度只有40%，这让心高气傲的刘晓嫣很不满意。于是她又缓步走到了另一尊帝王神明面前。然而史书中记载的帝王寥寥无几，所有人都认为有如此气魄的定是唐太宗李世民，毕竟只有他年少平定天下，一生征战沙场，被史书奉为千古一帝。可我却意识到了不对劲，因为隋唐时期的帝王服饰都是以明黄色为主，历史上能身穿黑色龙袍的帝王，只有可能是我那迷人的老祖宗。然而就在我准备上前喊出他的名讳时，一道苍老又洪亮的声音突然响起：且慢！帝王神明在100年间第一次在神话擂台出现。根据史书记载，华夏数千年的岁月中诞生了数不胜数的帝王，贸然选择恐怕会得不偿失。来人正是华夏4大学院之首，天书院院长李玄。一旁的城主也随声附和道：是啊，小嫣放弃吧，你是华夏的未来，不容有失啊。刘晓嫣虽然知道两人都是为他好，但他还是心有不甘地盯着神像沉默了2秒半，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一旦离开，这位顶级神明就会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虽说如此，可李玄还是不同意，毕竟在他心中华夏未来的顶级战力同样重要。但为了留下这个帝王神明，他还是下令通知天书院，以消耗10年国运为代价将其暂时固定。做完这一切后，李玄一脸严肃地看向众人：同学们，华夏出现了一尊顶级神明，疑似唐太宗李世民。大家也都知道一尊顶级神明对于目前的华夏有多么重要，但以目前的资料来判断神明的身份尤为危险，所以今日还有谁敢上前一试？此话一出，台下不少的同学开始议论纷纷，毕竟一旦换名失败就意味着生死道消，但更多的是一往无前的踊跃报名。身在华夏何惧生死，京都学府莫氏愿意一试，魔都学府春雨也愿意一试。就在这时，我突然将手举了起来：院长，您的判断可能错了，关于这尊神明的来历，金陵学府陆长生愿意一试。说完也不顾好歹的极力阻拦，径直走了上去。看着我如此自信，李玄虽有疑惑，但还是同意让我一试。结果此举却引来樱花国观众席的集体嘲讽，他们认为文化贫瘠的华夏国就算成功换神，也绝不会是八岐大蛇的对手。可就在我触碰到神启石的一刹那，一股红色的威压顿时冲天而起，仅片刻就覆盖了整个场地。刘晓嫣见状满脸的不可思议，她怎么也没想到我竟然召唤出了红色异象。而看到这一幕的小日子更是被吓出了尿失禁，因为在他们的认知，神明气运最高的等级是橙色，并且只在天竺国和希腊国各出现过一次，这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认为是神启石出错了。可见多识广的李玄却一眼道出，这是 SSS 级神明的气运。原来气运的等级通常被分为白绿蓝紫橙，但鲜有人知晓橙色之上为红色气运，而目前唯一的红色气运神明坐落在梵蒂冈，被人称之为上帝。听到此话的城主心头顿时一颤， SSS 级神明真的存在于我华夏的历史当中吗？殊不知 SSS 级是神明的上限，而不是他的上限，即便同为 SSS 级神明也难以与他比肩。这时李玄盯着眼前的神明，口中喃喃道：手持巨斧，顶天立地，莫非是上古神话中的刑天？闻言我心中一阵腹诽，刑天无手，以乳为目，以其为口，这特么有手有脚，怎么可能是刑天？看来这个世界的华夏神话真的是消失的太久了，或许这正是我前来此地的意义吧。想到这，我当即朝着虚空大声喊道：太初盘古造乾坤，鬼力神经过混元，苗果虽原心不有，凡身已退即独存，晚辈陆长生恭请创世神盘古。随着我话音落下，
下，虚空中的法相开始逐渐凝实，感受到自己体内那无尽的力量，我的嘴角不由勾了起来。盘古开天辟地，生化万物，绝对是世间最顶级的神明了。做完这一切后，我的属性也随之显现出来。陆长生，本命神盘古，契合度1%。与此同时，华夏万神殿内看到突然出现的众神之首盘古，正在打扫的小道童先是一惊，随后立马呼哧喘气的跑到山顶，敲响了代表国家气运的气运钟。随着9声洪亮的钟声响彻天际，院长李玄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天佑我华夏，我们终于也得到至高神的庇护了。而校花刘小烟看向我的眼神中也多了一丝爱慕。可另一边的天皇老狗却有些狗急跳墙，他无法忍受华夏在神明擂台上占据上风，于是果断消耗10年国运，发起了索命神战，并派出之前已经连胜2场的八岐大蛇，准备将我扼杀在萌芽之中。然而以我目前和盘古之间那可怜的契合度，根本无法将其在擂台上召唤出来，所以我便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黑袍帝王。可还没等我开口，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把我拽进了擂台之中。台下的李玄等人见状纷纷怒骂小日子不讲武德，但樱花国不仅毫不在意，反而无比自豪，毕竟在他们看来，索命神战12秒不仅能赢下神话擂台的胜利，还能除去华夏尚未成长起来的天才神眷者。远在千里之外的剑仙柳如风得知此消息后，一眼便识破了小日子的阴谋。他暗暗发誓，若本场比试我华夏天才遭遇不测，明年今日我必马踏西京。与此同时，神话擂台上，八岐大蛇的召唤者松本木木正在大放厥词，竟然为了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发动了索命神战，真是小题大做。臭小子，你要小心哦！即便是你们华夏的剑仙在此，本蛇也能够轻易撕碎。但对此我却并没有理会，而是在思索刚刚用气运固定的帝王神明会不会重新出现在神话擂台之上。却不想我的沉默竟让对方更加的得寸进尺。怎么了，臭小子？连正视我的勇气都没有了吗？闻言，我戏谑的抬头看了他一眼，你这舌头用来熬汤应该会很不错呀。这时主持人登场，开始宣读比赛规则。每场战斗会随机刷新出5位神明，可任选1位召唤出战，被选中的神明只能出战1次。比赛采用5局3胜制度，既分高下也分生死。由于之前樱花国已经取得2场胜利，如果这场再胜，华夏国就将会上供1半人口和1半的国运给樱花国。了解完全部规则后，我邪魅一笑，胜者生败者死，正合我意。今日家仇国恨我一并清算。随着主持人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松本木木就迫不及待地踏入神启石，并直接选择了与自己契合度接近完美的八岐大蛇。与此同时，我的面前也浮现出5道神明法相，但其中并没有创世神盘古。看到这一幕，台下众人眼神瞬间暗淡下来，心中皆认为我此战必败无疑。可我却毫不在意，转头一脸坚定地看向了那尊黑袍帝王神像。李玄见状连忙出声提醒，长生，那尊帝王神明最有希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可刘小烟却认为也有可能是明皇朱元璋。听到这话的我没有回应，而是走到神明法相前，一字一句道：秦王扫陆河，虎视何雄哉，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后世不孝子孙陆长生，拜见华夏始皇，千古一帝嬴政。随着我话音落下，一道橙色的光芒瞬间笼罩全场，而虚空中的帝王神像也开始慢慢凝实。看到我又成功唤醒了一尊 SS 级神明，台下的众人皆是一脸惊喜，唯独院长李玄面色阴沉，可惜是个人神啊！要知道人神的实力是普遍弱于同等级的妖神的，长生刚刚契合这尊人神，恐怕很难是相同位阶八岐大蛇的对手。此时台上的松本也是一副自信满满的贱样，居然选择了一尊羸弱的人神。臭小子，你是真的吗？闻言我并没有理会，而是继续诉说着始皇的丰功伟绩。您横扫睥睨和七国之民，与我大夏子民心目中埋下大一统之念，建巍峨长城庇护江山万民，让万里山河再无异族入侵。随着一连串的史实道出，我和始皇的契合度直接飙升至了60%。这时台下的众人才反应过来，原来华夏历史上竟然还存在如此丰功伟绩的帝皇。可松本木木依旧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认为一个人道神明根本掀不起任何波浪。意识到被瞧不起的始皇指着对方淡淡开口：这相貌丑陋聒噪之人是谁？徐福后人。听到我的回答，始皇瞬间怒了，区区叛徒之后竟然敢倒反天罡，犯我华夏者必诛。此话一出，樱花国观众瞬间泪失禁，一个人神竟然敢如此大放厥词，难道是忘了前面2个神明是怎么被撕碎了吗？松本木木也是一脸戏谑，不愧是当过帝皇的人，还真是霸气十足呢。只是没想到你一个人神，竟然狂妄到了想要挑战真正神明的程度，就你这小身板，连给本神塞牙缝的资格都没有。闻言，始皇的神色瞬间变得冷峻，他举起掌心，手中凝聚出一柄金色的长剑。朕这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试过神，今日就拿你的舌头来祭我这把定情剑。此话一出，八岐大蛇瞬间暴怒，区区凡人竟敢妄图亵渎神明，本蛇这就让你认清妖神与人神之间的差距。说完便一个舌头狠狠地砸向了始皇所站之地。天皇老狗见状桀桀一笑，什么华夏始皇也不过如此嘛。那些小日子更是嚣张到了极点，竟一个个起身离去准备开 party 庆祝，却不想下一秒一道金光突然冲天而起，只见始皇手持定情剑轻轻一挥，直接就将八岐大蛇的一颗鸡头斩落。见此一幕，天皇老狗直接傻眼了，完全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反观华夏观众席则是尖叫连连，校花刘小烟眼中更是充满了崇拜。这时七岐大蛇作为嘴替问出了大家的疑惑，明明在你体内没有感受到任何神力，为何能迸发出不弱于强神的力量？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顺则生，逆则死。
这是朕凝聚华夏千万炼气士，可逆天而行的先秦炼气术。得到答案的七岐大蛇有些不以为意，炼气术真是有趣的小玩意儿，不过很可惜，你斩断的不过是我若干个蛇手之一罢了，我的身躯可断之重生不死不灭，你一个区区人神凭什么阻挡我？说话间，他再次恢复成八岐大蛇，卑贱的凡人就该匍匐在地。说罢，他张开樱桃小嘴就发起了攻击。虽说始皇一剑一个小蛇头，但还是赶不上八岐大蛇的重生速度。看着已经精疲力尽的始皇，台下的众人顿时陷入了无尽的恐慌。我们真的能战胜如此残暴的妖神吗？然而老祖宗的眼中却没有丝毫退意，他深知自己肩负着华夏的存亡，于是再次举起手中的定情剑冲了上去。可仅仅只过了2个半招，始皇就被八岐大蛇一个甩尾狠狠地砸了下来。本就力竭，再加上这致命一击，让老祖宗一口心头血喷涌而出。华夏观众看到这一幕，纷纷痛苦流泪，眼中满是心疼与敬佩。一旁的院长李玄更是面如死灰的准备认输，他为缔造华夏文明已经做得太多了，我们绝不能再让先祖去流血牺牲了。可就在这时，始皇的周身突然泛起金色的光芒，仅仅片刻就形成了一道100丈金龙缠绕起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终于感受到了来自大秦的气息。话音一落，无数的神明法相从神眷者体内飞出，在其身后形成了一副大秦仙甲。此刻的始皇宛若一尊降临人间的战神，眼神中透露出坚定无比的光芒。随着一声杀字落下，所有神明同一时间向着八岐大蛇杀去。见此一幕，松本木木直接傻眼了。不是吧，不是吧，这是在做梦吧？我大樱花绝对不能输！想到这，他将目光看向一旁，将那小子打死的话，这场战斗照样能赢。说着，他整个人化作虚影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松本木木就手持短刃出现在我身后。刘小烟见状吓得眼睛都聋了，急忙惊呼让我小心后面。千钧一发之际，我一个闪身轻松躲过了这致命一击，随后一个擒拿手扣住对方的手臂，犹如是拎着个破布娃娃般，将其狠狠地摔在地面。见此一幕，台下众人顿时傻眼了。我里个斗，这陆长生不是刚成神眷者吗？怎么会如此强大？然而我却没有任何意外。创世神盘古作为自己的本命神，即便是只有1%的契合度，也足以让我的肉身坚如磐石。这时倒地的松本缓缓爬了起来，小子，刚才是我大意了，没想到你一个新的神眷者竟有如此体魄。不过你懂神术吗？你有法力吗？没有这些，你依旧是个渺小的废物罢了。说完，他便使出神术影分身向我袭来，却不想下一秒就被我一手一只轻松拿下，紧接着用尽全身力气，让两人脸对脸狠狠地来了个亲密接触。见此一幕，台下的女观众直接疯了，争着吵着要给我生猴子，而小日子则是一种爹死妈跑的崩溃感，就连天皇老狗也失去了往日的自信，浑身止不住的开始颤抖。与此同时，被斩了无数次脑袋的八岐大蛇重生能力也在急速下降，看着自己仅剩的一个头颅，他顿时慌得一批，于是面色狰狞地咆哮道：献祭，本神要献祭！下一刻，无数的樱花国观众当场融化，化成一道道血光冲向神明擂台，而得到滋养的八岐大蛇肉眼可见的开始恢复。将这一幕看在眼中的我并没有多少波澜，因为神眷者死亡，召唤出来的神体会重新回归到造化之门，所以这一次自己一定要先击杀八岐大蛇，绝不能让他有再次肆虐的机会。此时已经完全恢复的八岐大蛇愈发的嚣张，愚蠢的华夏人神，你以为你对抗的是本神吗？不，你对抗的是我身后千千万万的樱花子民。然而听到这话的始皇却笑出了声，你所谓的子民就是献祭生命，成为你恢复伤势的食物吗？朕戎马半生，晚年寻觅仙道，世人皆笑我痴。朕临终悟得一法，虽不能立地成仙，但可使苍生人人如龙。说着，始皇的身体开始慢慢升起，紧接着一道道能量从他体内分离，缓缓注入了下方的神明身上。这正是老祖宗的终极神法——长生炼气术。这时，刘小烟突然发现自己和白起的契合度在增长，而其他人也发现力量在涨，甚至有瞎子恢复了光明。而做完这一切的始皇却变得无比苍老。朕这一生唯愿大秦永昌，国泰民安，愿天下苍生人人如龙，不朽长生。见此一幕，华夏子民纷纷落泪。这就是我们华夏的祖先吗？竟然有如此宏愿，甘愿为子民付出一切。老祖的举动感动了无数人，就连大英国王也感叹：八岐大蛇以子民为献祭的食物，华夏人神却愿意为子民付出寿命，真是高下立判啊！这时，始皇那充满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大秦仙甲何在？此话一出，无数神明立即抱拳弯腰大声回应。随着始皇那颤抖又坚定的大手一挥，伐一族！原本恢复如初的八岐大蛇顷刻间就被剁成数节。察觉到不妙的八岐再次使出献祭之法，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得魂飞魄散，天皇老狗害怕的不要不要的，想到再这样下去，樱花国就要灭在自己人手中了。于是他当即下跪祈求道：八岐大神，樱花国实在承受不起如此沉重的代价，要不您还是去赴死吧。此话一出，顿时获得了全体小日子的赞同。一个只为满足私欲的怪物，根本不配成为我们的神明。这时始皇再次举起手中的长剑，看来你的子民终究还是抛弃了你。伴随着老祖一剑挥出，八岐大神的最后一颗蛇脑也被斩落。这一刻，樱花国传说中的神明彻底身死道消。看到这一幕，我也不要留对手的狗命，直接一脚把松本送去见了太奶。这时场上响起主持人甜美的嗓音：现在我宣布本场比赛华夏国胜，目前比分1比2。这一刻，华夏众人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以凡人之躯击败神明。最后主持人给我比了一个爱心，并表示稍事休息后将开启下一场神战。与此同时，始皇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众人也发现了异样，纷纷询问为什么老祖会如此虚弱。院长李玄脸色黯然地给出解释，那是因为
因为华夏几乎没有对这位神明的信仰之力，这场战斗已经让他伤及本源了。我一脸担心的想要上前去做些什么，而始皇则说出了最后的遗言：朕有一愿，愿天下苍生。可话没说完，老祖就化作虚影消失在了天地之间。李玄悲痛不已，神明的力量全部依靠信仰之力，可在此之前无人知晓始皇的存在。华夏先祖为了这场战斗已经耗尽了生命，众人再也忍不住开始痛哭，是子孙不孝，遗忘了您呢。可就在这时，系统突然提示我与盘古的契合度增加了1%，并且始皇也没有消失，只需等信仰之力凝聚本源后，就可以再次召唤出来。于是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大家之后，李玄立即下令将始皇的事迹记录在书本典籍上，让世人永世传颂。与此同时，剑仙柳如风也终于赶到，见自己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他也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身后的秘书突然露出怪笑，以无之血开启神明擂台，一瞬间提示声响起，樱花国本间牙一子向华夏国柳如风发动神明擂台战。10分钟后战斗开始，柳如风直接傻眼了，显然是没想到自己身边的秘书竟然还是个奸细。我在你身边蛰伏10年，就是等待这样的一次机会。华夏没了你，即便是出现天赋极高的天才神眷者，也注定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你们华夏国注定要负属于我们樱花国。柳如风闻言拔出了背后的剑，同时一尊神明法相浮现而出。而场内的院长李玄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表示下一场由他来代表华夏出战。可我却坚定地摇了摇头，院长还是让我来出战吧，我的胜算更高一些。谁知此话一出，就遭到了院长的极力反对，就连一旁的刘小烟也开始随声附和，还是让院长去吧长生，毕竟不是每一次召唤的神邸你都能认识。院长学识渊博，实力更是4大学府之首，所以他的胜算更高。可我却丝毫不为所动。为了得到众人的支持，我表示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出现了一位耄耋仙人，自从被他轻抚过脑袋后，华夏那些被隐藏的神话便出现在我脑海之中。可听到此话的李玄还是有些不太相信。虽说古代有大如龙场悟道，亦有佛道高僧禅语瞬间顿悟成道，但这梦中仙人福鼎还是第一次听说呀。而一旁的城主依旧在极力的劝阻，长生，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但院长对所有典籍中的神明都了如指掌，你还年轻，天赋又高，没必要为了一时义气强行丧命。见状我没有回话，而是走到李玄的神明面前，凤凰翱翔映九霄，火中涅槃耀昆仑，口衔诸果安尘世，一斩金辉定八荒。随着我话音落下，玄鸟神明的周身突然迸发出炙热的火焰，台下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原来院长的玄鸟叫做凤凰，陆长生随意的描述竟就赋予了他新的神性。看来长生哥所言非虚，他真的知道很多隐秘的华夏神话。见此，院长也不再阻拦，而是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毕竟为神明赋予神性是需要消耗寿命的。可我却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刘小燕。武安君名传千古，长平之战杀神起，铁马金戈扫六国，威震四方鬼神气。说完这些，我便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看着我离去的背影，刘小燕心头一颤，今日你自损寿命赋予我的神明新的神性，他日有需要我必定以身相许。这时主持人出场，开始介绍华夏国与樱花国第4场比赛的选手信息。看到我再次站上神话擂台，小日子眼中闪过一丝讥讽，华夏国还真是人才凋零啊，竟然又让这小子登场。不过他的召唤神明刚刚陨落，倒是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啊。而樱花国派出的则是一名甜美少女樱空桃，此女一登场就引起了华夏观众内心的骚动，完全忘了妈妈说的越漂亮的女人越危险这句话。只有院长李玄一脸严肃，因为他对樱花国这次出战的神眷者一无所知。随着樱空桃接触神器时，一张张神明卷轴在其身后浮现，其中有掌管河流的河神，也有魅惑人心的妖狐。此刻对决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但众人却发现我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这让台下的观众瞬间慌了神。长生哥，时间不到1分钟了，赶紧召唤神明啊，不然就没有时间了。说话间，樱空桃已经做好了选择，并且身后的神明法相也开始逐渐凝视。这位神明是一只九尾狐狸，名为玉藻前。大英观众席震惊了 ，Oh my god， 这是什么神明？他是上苍赐予的天使吗？简直美丽至极，就连天竺国的和尚此时也有些把持不住，那古井无波的内心荡起了丝丝涟漪。此时只有华夏观众一脸的担心，居然是一尊从未出现过的神明。长生哥千万不要被他的美貌所迷惑呀！可对此我却是轻蔑一笑，果然和我猜想差不多，他召唤的神明是樱花国3大妖王之首玉藻前。既然已经知晓了他的召唤神明，那我就有办法对付他了。伴随着我触碰神启石的瞬间，一道耀眼的光芒乍现，我的面前赫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众人见状当即吓出一身冷汗，他的本命神不是人神吗？为什么这次要召唤妖神？要知道唤醒失败是会生死道消的。天皇老狗见状立刻笑出了声，看来这小子真的要死定了。然而我却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只是恭敬地朝着虚影缓缓说道：天蓬元帅震天关，铁甲雄姿映日寒，9尺钉耙横势烈，36变敌万难，晚辈陆长生恭迎天蓬元帅朱刚烈。随着我话音落下，一位身披铠甲的神将就出现在擂台之上。见此一幕，小日子震惊的眼睛都融了，而院长李玄则偷偷松了一口气。他意识到创世神盘古的底蕴似乎远超想象，竟然可以无视人神与妖神之间的界限。天皇老狗见状虽有不满，但脸上还是充满了自信。这尊妖神人身依旧是男性，我相信没有男人能抵御住玉藻前的魅惑。
不多久，天蓬就站在了我的面前，他询问我外面为何如此聒噪，我连忙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恳请他出手镇压异族神明，却不想下一秒天蓬竟收起了九齿钉耙。俺老朱这辈子最厌恶打打杀杀，俺只想静静的赏月，默默陪伴着他。异族欺压华夏，与我何干？看着他那即将离去的背影，我再次抱拳弯腰道：元帅，您还想见到嫦娥吗？您还想见到猴哥和师傅吗？闻言，天蓬的脚步顿时一顿，此处香火稀薄，堪称末法时代，你竟然还知道他们？而我则表示自己不仅知道，甚至还有能力将他们全部唤醒。结果此话却引来天蓬的一阵嘲笑：就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吗？对，就凭我。我知道朱哥不想成为他人的棋子，但倘若我能唤醒华夏众神，举漫天神佛之力撕碎那无边的黑暗，还您曾经丢失的清白和尊严，让嫦娥、大圣、玄奘等全部脱离束缚，您可愿意出战？话音一落，天蓬周身就爆发出一道道金光，紧接着便化成本体愤怒的向我袭来。你这是在消遣本大爷吗？命悬一线之际，我急忙开口：如果凭借这位，不知道能不能让你幸福。话音一落，盘古那巨大的神明法相就出现在我身后。看到这一幕，天蓬先是一愣，随后立即松开了那扼住我喉咙的手。没想到你竟然能唤醒盘古大尊，我还真是低估你了。闻言，我也是趁热询问：天蓬元帅，您可愿出战？这次他没有拒绝，而是很爽快的答应下来。既然盘古大尊都愿意委身于你，那俺老朱便相信你一次。下一站要打谁？你说。听到这话，我将目光看向一旁的阴空桃两人，随后一脸郑重地说道：异族的一只九尾狐，他擅长魅惑，对男性有异常的吸引力。然而天蓬却根本不以为意，一只蛮夷的小妖罢了，我还以为会是多大的麻烦呢。这时樱花国的观众见我这么久都没有出手，便自以为我已经被玉藻前迷的神魂颠倒了。可就在下一秒，擂台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只见天蓬已经恢复成人形，手持九齿钉耙站在了我的身后。这英俊的模样瞬间让棒子国的妹子陷入了爱河。这妖神的气质真的太有男人味了，而天竺国的众僧则是一脸严肃，因为他们从天蓬的身上感受到了无尽的神力。只有大英帝国的老者一脸戏谑，认为没有男的会抵挡住玉藻前的魅惑。这时，樱空桃缓缓走了上来，陆桑不得不说，你和你唤醒的神明都很有魅力。说着，他一把将身上的衣服褪去。现在我有一个很好的提议，陆桑不如加入我樱花国吧，只要你同意，我们必定会奉你为入幕之宾，而且我们不会像华夏国一样，让初次觉醒的天才神眷者以身涉险，连番多场神战。大樱花会供奉你的神明，倾尽一切让你成长起来。此话一出，院长李玄气的后槽牙都咬碎了，臭不要脸的小日子真卑鄙，竟然使用攻心之计。长生年纪还小，可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蛊惑呀。而樱空桃见我没有回应，于是再次开口道：我们樱花国能给的不仅仅是至高无上的权势，而且只要你喜欢，我也会成为你的榻下之女。此话一出，瞬间让不少华夏观众羞红了脸。虽然知道樱花国很是可恨，但架不住对方给的东西太过吸引，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想要看我到底会如何抉择。结果我根本就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拒绝。听到这话，樱空桃当即开始施展魅惑技能。陆桑，如果你觉得我一个人不够的话，我们樱花国的任何女性神眷者你都可以随意采撷哦。随着他话音落下，我脑海中顿时出现了各种樱花妹子的画像。就在我要陷入其中之际，一柄九齿钉耙突然在我手中开始放大，而这正是天蓬愿意出战后我获得的新技能神兵投影。见自己的魅惑没有奏效，樱空桃脸上露出一副很可惜的表情，认为我这是错过了很大的一个机缘。可我却面色坚定地告诉他，曾经有一位伟大的故人教会我一个道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一味的退让只会让欺凌你的人更加猖狂。如果我退缩了，如何对得起身后的千千万万人？华夏是礼仪之邦，对待朋友有美酒佳肴，对待敌人只有兵戈。此话一出，华夏观众席瞬间沸腾了。说得好，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对待樱花国，我们只有枪炮。与此同时，华夏万神殿内正在扫地的小道童刚准备擦去脸上的汗水，结果下一秒就欣喜地发现，华夏的气运竟在一瞬间提升了2倍半。而另一边，在我说完话后，便抡起九齿钉耙发起了攻击。樱空桃见状也不敢怠慢，连忙手持折扇发动技能山吹花镜进行抵挡。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樱空桃身体不受控制地退后了2步半，这让他的内心顿时一颤。一个新人竟能打出如此势大力沉的一击，此断不可留。既然无法招揽，那只能必杀你了。下一刻，他就开始施展人法，引分身之术。仅仅2秒半的时间，擂台上就出现了4道相同的身影。此时他眼中尽是蔑视之意，即便战胜了松本木木又如何？蛮力匹夫又怎么懂得术法的精妙？而我看到这一幕的刹那间，便清楚地察觉到此人的法力深不可测。趁我愣神之际，樱空桃也不再犹豫，直接拔出了腰间的长刀。下一刻，他便施展技能2天1流空明斩向我袭来。感受到这强大的压力，我顿时一愣，仓促之际只好通过倒地来进行闪躲。看到我如此狼狈的一幕，樱花国观众席瞬间响起了戏谑之声。小子刚才不是还很得意吗？怎么现在不叫了？而樱空桃见此，眼中更是充满了失望。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堪一击，还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既然如此，那你的生命也就可以结束了。接下来的这招，我看你如何躲开。说罢，他再次举起手中的长剑发起了攻击。而看到这一幕的我也不再犹豫，既然躲无可躲，那便无需再躲。想到这，我举起手中的九齿钉耙，大喝一声，吃我一耙。下一刻，一道恐怖的冲击波就迸发而出。樱空桃见状，当即做出防御之态，可他还是小看了这一击的恐怖。
等烟尘散去，倒地的樱空桃眼中满是不可思议，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是如何认出他的真身的。而看到这一幕的樱花国观众更是闭上了臭嘴，完全失去了2秒半前那得意的模样。与此同时，另一半战场，玉藻前正对着天蓬使用魅惑之术。你这猪妖，倘若给我跪下，我可让你一览我裙底的风光。此话一出，泡菜国的观众瞬间被迷住了，直言有这样的机会，即便是折寿10年也愿意。可院长李玄却是一脸严肃，毕竟他也没把握眼前的这位华夏妖神是否能抵挡得住玉藻前的魅惑。但他们显然是忘了天蓬以前吃的有多好，有嫦娥的珠玉在前，眼前的玉藻前在天蓬眼中简直就是如草粪一般。于是他满脸戏谑地回应道：“你这臭狐狸与他相比，当真是丑极了。”听到此话，一直对自己面容相当自信的玉藻前顿时受得了1万点暴击。你这个猪妖竟然敢说我丑极了！而樱花国观众更是气得后槽牙都咬碎了。你丫的眼睛是不是聋了？竟然说我们女神丑，你还是先撒泡尿照照自己吧。可对此天蓬却没有理会，而是举起9齿钉耙率先发起了攻击，结果却被反应过来的玉藻前一个后空翻轻松躲过。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丑，你必须要为你的言辞付出代价。说完，他就双手结印，再次凝聚能量，伴随着他的一声怒喝：“天妖之怒！”玉藻前那原本较小的身躯瞬间扩大了数十倍。蹲在一旁的我看到这一幕，顿时面露惊讶之色，意识到对方这是借用了3大神器之一的八指镜，让自己的妖力暴涨了几乎10倍。可就在这时，天蓬也发出一声大喝，随着法相天地这4字落下，他的身躯也在陡然间变得巨大无比。玉藻前见状也不再拖延，当即施展技能天妖灵击，下一刻他的手中就出现无数的能量线从4面8方袭来，结果却被天蓬的无敌风火轮给一一抵挡下来。看着天蓬和玉藻前打得有来有回，站在一旁的我直接惊呆了。要知道玉藻前可是樱花国3大妖王之首， SSS 级神明，而朱哥仅仅只有 SS 级，却能将他轻易压制。看来不能依靠觉醒等级来判断一个神明的实力啊。这时被击退的玉藻前擦了擦嘴角的鲜血，你这头猪已经彻底惹怒我了。说罢，他双臂一张，开始汇聚能量，随着他将双手举高，整个擂台瞬间变得阴暗起来。可还不等观众席上的众人弄清楚缘由，已经蓄完力的玉藻前便发起了攻击，赴死吧你这头猪妖！而这正是他最为强大的技能焚天狐火。下一刻，无尽的火焰就朝着天蓬袭去。感受到此次攻击造成的巨大威力，站在观众席上的院长李玄心都要跳出来了。毕竟这次要是输了，华夏国就要奉献1半的国运给樱花国。然而就在这时，处在攻势中央的天蓬突然高举左手大喊道：“水来！”下一秒，昏暗的天空中竟然响起了雷鸣之声，紧接着擂台之上就出现了一道手持双锤的男子和一道身材曼妙女子的神明虚影。而随着两人出现，无数的雷电轰向了玉藻前所站之处，仅仅一击就让玉藻前后退了25米远。樱空桃看到这一幕瞬间傻眼了，内心不由为自己的神明祈祷起来。等烟尘散去之后，玉藻前看着脚下那巨大的沟壑，脸上浮现出劫后余生的表情，显然是没想到自己堂堂樱花国3大妖神之首竟然会被逼到如此地步。而在他愣神之际，天空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水之漩涡，随后便在他错愕的目光下凝聚在天蓬手中，这让原本就懵逼的玉藻前更加懵逼了。你这是从哪里来的水？对此天蓬一脸淡然地回复道：“此乃天河之水。”说罢，天河之水便附着于身，彻底湮灭了焚天狐火带来的伤害。做完这一切后，天蓬再次施展御风法术腾空而起，准备乘胜追击，彻底了结这一场战斗。见此情景，樱花国观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纷纷祈祷自己的女神一定要坚持下去。此时的天蓬已经蓄力完成，挥舞着9齿钉耙发起了势大力沉的一击，猝不及防之下，玉藻前只好召唤出八指镜进行抵挡。随着一道恐怖的碰撞声在擂台之上响起，玉藻前虽然勉强接住了朱哥这一耙，但他那本命神器却在这一刻产生了裂痕，仅仅坚持了2秒半，便在他错愕的眼神中支离破碎。看到这一幕，玉藻前失神的瘫坐在地，怎么也没想到天蓬的攻势竟会如此凶猛。见他如此狼狈，华夏国观众席顿时传来阵阵喝彩之声。天蓬元帅这下太帅了，居然直接击溃了玉藻前的最强法器，看来现在已经胜券在握了。而反观樱花国观众席则变得鸦雀无声，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无比沉重的表情。可就在天蓬打算用一记横扫彻底了结时，却发现自己的攻击竟从对方的身体一穿而过，这让他不由得一愣，主动停下了攻击。随后便看到玉藻前的虚影逐渐消散，而真身则出现在10米开外。此时的玉藻前满脸尽是凝重之色，一身蛮力横练无双，还精通法术，甚至连法力都在自己之上，简直是毫无短板啊！想到这，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什么时候华夏出现的神卷者居然能够召唤这样的怪物？而趁他思索之际，天蓬的声音再次响起：“不就是遁法吗？恰好我也会。”说完便施展法术水光遁，嗖了一下冲了出去。下一刻，来不及反应的玉藻前就被9齿钉耙狠狠地砸在腰间，这巨大的冲击力不仅直接把他干飞了25米，甚至还让他噗的一声喷出了2.5升鲜血。见状，玉藻前猛地抬起头，一双眼眸死死地盯着天蓬，算你狠！下一刻，他的9根毛茸茸的摆尾瞬间笔挺竖直，像是炸毛了一般，滚滚粉红色的雾霭自其上喷涌而出。紧接着就见3道粉红色的神明虚影出现在擂台之上，这一幕瞬间让樱花国观众席沸腾了，竟然是天照大神、9吞童子和大月丸。华夏这下肯定完了，哥哥们，助人家打死这只臭猪妖！随着玉藻前发出那委屈巴巴的撒娇声，台上的3位神明顿时怒目而赤，齐齐发起了攻击。可对此，天蓬却一脸淡然地吐出4个字：36变。下一刻，他便幻化成一只老鹰，矫健地躲过了所有攻击，还真是个骚狐狸，打不过就叫拼头了。不过是一些真灵罢了，哪怕是真身俺老猪也伺
丝毫不惧。是吗？那你又为何要一直逃避，当一只缩头乌龟呢？听到这话，天蓬脸上露出一抹邪笑。谁跟你说俺老猪逃了？说完，他再次施展法相天地，将自己那原本就庞大的身躯再度拔高了几分。紧接着，他转动手中的9齿钉耙，开始召唤天河之水。随着他将9齿钉耙高高举过头顶，无数由天河之水形成的水龙瞬间汇聚过来。做完这一切后，天蓬脸上露出个不屑的笑容。吾乃天蓬大元帅，掌控天河水府，尔等宵小还不快速速受死！话音一落，数之不尽的水龙便冲向了玉藻前召唤出的真灵身影。而在这巨大的攻击之下，大月丸和九吞童子仅只坚持了2秒半就被彻底击溃。只有天照大神凭借矫健的身法躲避了此次攻击。感觉在自己女人面前丢了面子的天照瞬间暴怒：你这头猪妖已经彻底惹怒我了！说着，他举起右手凝聚出一个巨大的能量球，下一刻，无数的紫色火焰就从其内部迸发而出。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击，天蓬连忙手持9齿钉耙进行抵挡。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只坚持了2秒半就被轰飞出去。看到这一幕，樱花国观众顿时兴奋起来。不愧是天照大神的终极技能神法，即便是一缕真灵，却仍然能发挥出如此恐怖的威力。而反观华夏观众，则有些失去了意志。这就是 SSS 级神明的真实实力吗？我们终究还是要败了吗？与此同时，擂台上的天照缓缓地走上前，他看着倒地不起的天蓬，不屑地开口道：区区一头猪妖，不过是个无用的牲畜罢了。结果话音刚落，天蓬的周身突然爆发出金色的闪电，而随着上宝庆心法术的发动，他那原本无法动弹的身体竟在一瞬间站了起来。下一刻，一只体毛茂盛的大手骤然出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扼住了天照的喉咙。天照见状，顿时心中一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神力瞬间被抽空，完全失去了释放神光的能力了？这时已经恢复成本体的天蓬开口道：是的，我是一头猪，但是我不认栽。说罢，他猛地用力将天照狠狠地砸在地上。看着自己家的神明如此凶猛，华夏观众席顿时响起了欢呼之声。天蓬元帅牛波一先示敌以弱，随后以雷霆手段反击，真是有勇有谋啊！胖揍樱花神真的是太帅了。这时天照在天蓬的操练下终于彻底消散，而天蓬也在第一时间朝着瑟瑟发抖的玉藻前走去。随着9齿钉耙一记横扫，第4场神明擂台终于落下了帷幕。做完这一切后，天蓬恢复成人形并解除了法相天地。可就在我准备上前去庆祝胜利时，他却忽然开口让我不要靠近。还不等我想明白其中的缘由，刚刚还大发神威的天蓬元帅竟扑通一声跪倒在擂台之上。场上的异动顿时引起了华夏观众席的注意。天蓬元帅这是怎么了？他为什么看起来会如此虚弱？我真不想让你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我在他眼中一直是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可是我太懦弱了。假如我那时候不自卑，更勇敢一些，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了？说着，他满是祈求的看向我，答应我，倘若我死了，你一定要找到师兄和师傅，带到我的坟前，说俺老猪不是孬种。闻言，我眼中的泪水控制不住的开始打转。不，我要你亲自告诉他们。说完，我便冲着观众席大喊道：华夏国人，敬献无神！突然传来的声音让所有人顿时一愣，但仅仅片刻，院长李玄便反应了过来，于是他大手一挥，立即吩咐众人赶紧去准备食物进行供奉。不多久，无数的华夏人便纷纷开始忙碌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食物被拿出，无数的信仰之力开始涌入天蓬的本体。下一刻，他那原本虚弱的眼神骤然睁开，神灵归位，华夏万神殿中再添一盏神火。主持人立即宣布神话擂台战第4场由华夏国获胜，并表示在25分钟后将开启最紧张刺激的决胜局。说着，他将目光扫向了天蓬和玉藻前2人。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华夏的意志力竟然如此坚定，真是让人期待下一场的对决啊！但华夏观众席却没有想象中的欢呼雀跃，反而都是一脸严肃的为天蓬进行祈祷。毕竟在此之前，天蓬元帅根本毫无信仰之力，却能与樱花国 SSS 级妖神鏖战到底，这简直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战斗啊！想到这，我的眼泪就刷刷的开始掉落，却不想这时耳边突然传来天蓬的声音：男儿有泪不轻弹，俺老猪可还没死呢。见状，我连忙用羸弱的肩膀将他扶起。元帅，我们做到了，我们赢了。这时棒子国观众席上有学生提出疑问：老师，华夏国神明明明拥有能轻松击败对手的实力，可为何却总是耗尽本源生命垂危？对此，老师不屑地回答道：华夏国信仰之力薄弱，这些神明无供奉之力，自然如此。他们这2场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实在不堪一击。与此同时，神话擂台上休息好的天蓬突然向我提出告别：长生，接下来的路就要你自己走了，俺老猪也该去寻找俺的白月光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刚开口想说些什么，结果却被天蓬直接打断：长生不必多言，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就行。闻听此言，我沉默了2秒半，随后双手抱拳，十分恭敬的大声喊道：恭送天蓬元帅！看台上的华夏观众先是一愣，随后也赶紧附和起来。在一声声恭送声中，天蓬的身影也逐渐化作金光，消失在了擂台之上。见此一幕，院长李玄立即下令道：传我号令，华夏境内所有典籍记载神明天蓬元帅朱刚烈，我们要让他的事迹妇孺皆知，千万不能让华夏的神明再度被遗忘。可这时城主白山却十分懊恼地握紧双拳，因为在他看来，如若不是自己这些不孝子孙遗忘了历史，始皇和天蓬根本不需要拼到油尽灯枯才取得胜利。见状，一旁的李玄连忙安慰道：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才是，毕竟长生的出现让原本几乎绝望的华夏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与此同时，另一处神话擂台内，随着樱花国的神明洛心腹被一剑封喉，剑仙柳如风也彻底将奸细亚子送去见了太奶。可柳如风的脸上并无半分欢喜
气反而是一脸沉重，希望一切还能来得及。25分钟后，主持人再次登场，终于迎来了华夏国与樱花国的最后一场战斗。赛前我们任何人都难以想象比赛能进行到这样的境地，我们能看到华夏国人性格中无与伦比的韧性，以及他们伟大神明的意志。最终之战将决定两国之间一半土地和人口归属权。下面请双方派出出战代表。话音一落，我就起身准备走上擂台，结果下一秒却被一只手按了下来。只见城主一脸笑意的说道：“长生，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接下来就让我出手吧。”闻言，我连忙表示自己知道华夏隐藏的神明历史，所以这场胜算依旧很大。可对此城主却不是很认同，以你和神明的契合度，是不可能应对樱花国底牌的。华夏仍然需要你的成长，别忘了，我也曾是被寄予厚望的天才。说罢，一道神明虚影缓缓出现在他身旁，赫然是常胜将军常山赵子龙。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老白，还是让我去吧。”见来人是剑仙柳如风，城主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我还以为你今天没法来了呢。国家兴亡，我又怎敢耽搁？奈何樱花国奸细狡猾。”结果话没说完，系统就提示还有30秒比赛就要开始。见状，柳如风也是长话短说：“时间不多了，等我赢了这最后一场，咱们再好好庆祝一番。”说完，他就一个闪身出现在了擂台之上。华夏柳如风在此，谁敢一战？话音一落，樱花国观众席上一道身影伸了个懒腰，他缓缓睁开双眼，瞥了一眼擂台上的柳如风，随后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了原地。樱花国山田拓海前来赴死，樱花国观众席顿时沸腾了，自信地表示这场对决胜负已定。反观华夏的众人则是满脸惊恐，完全没想到身为神子的山田拓海居然会离开西京来参加这最后一场神明擂台。见我有些疑惑，一旁的院长解释道：“他是樱花国4000年来的唯一神子，号称帝国永不世出的 SS 级天才神眷者。此子武力高强且手段极其残忍，在他18岁成年礼那天就斩杀了华夏第3高手罗军，还强行将其本命神明东海龙王的龙金锅里做成一张长弓讨自己姐姐的欢心。而山田拓海的神明传闻是樱花国至高3贵神之一，其契合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0%以上。听到这话，我不由得攥紧拳头，暗暗发誓，倘若剑仙输了，我必向他发起神明之战。与此同时，神话擂台上，山田拓海正一脸戏谑地看向柳如风：“你就是那个华夏剑仙吗？我在西京的时候早有耳闻。”可对此，柳如风却直接拔出了长剑：“你我之间无需多言，10年前因你斩杀东海龙神，导致徽州连年大旱，颗粒无收，无数的百姓在那场饥荒中痛苦死去，这一切的罪孽都是你这个杂种造成的，所以你今日必须死。”闻言，山田拓海呵呵一笑：“其实你们应该感到荣幸，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天照神眷者的武器。他的筋骨将在姐姐的手中重新绽放荣光。至于那些鸡民，等到他们归降樱花之日，也必定会感受到无上的荣耀。”听闻此话，华夏众人顿时愤怒不已，为了一己私欲，竟然让其他国家陷入饥荒，还真是个卑劣无耻的民族。而一旁的我此时也陷入了沉思，眼前之人的傲慢和轻视已经溢于言表。老师说的对，弱国无外交，所以一定要打到他们痛，打到他们收回轻视，打到他们彻底臣服。这时擂台上的主持人举起话筒，表示双方选手已经确认，以下为参战选手的个人信息。只见面板上显示山田拓海为 SS 级神眷者，觉醒神明 SSS 级须佐之男，而剑仙柳如风则是 S 级神眷者，觉醒神明 SS 级李白。见此一幕，大英帝国的首脑立即下令让手下做好准备，妄图在华夏战败后蚕食血肉。而天竺国的掌权者更是凶狠，打算让整个华夏全部成为他们湿婆神的祭品。另一边的擂台之上，山田拓海已经开始召唤神明，只见他大手一挥，须佐之男的虚影就开始逐渐凝视出现在他身旁。樱花国群众见状彻底沸腾了，不愧是山田君啊，这次一定要彻底将华夏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扯下，彻底撕碎华夏国的神明。而柳如风的身旁已然出现了九剑仙李白的身影。随着主持人宣布终局之战正式开始，李白就打开酒壶猛灌了2两半，畅快畅快，只可惜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也不知高士浩然、程福等人身在何处，是否也和我一般身处泥泞，却依旧与我一同仰望着这片星空。见李白还在吟诗作对，山田拓海不由得切了一声，随后双手汇聚雷霆，大声喊道：“华夏的神都是这般目中无人吗？”话落，一道金光便以极快的速度向柳如风袭去，只听轰的一声，柳如风的左臂就被齐根斩断。而这正是山田拓海的成名技之一——天威神羽斩。见此一幕，华夏众人皆是一脸惊恐，一生斩外敌无数的剑仙真的要饮恨于此吗？就连我也是攥紧拳头，面色阴沉，时刻准备着开启神明之战。可就在这时，擂台上的柳如风却突然站了起来。道果原时无眼明，日轮出后众星辰。随着他话音落下，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浮现在他胸前，仅仅2秒半的时间就形成了一柄金色的透明剑刃。院长李玄一眼就认出这是剑仙柳如风的道果。从他的口中得知，每一个神眷者修炼到一定高度后，都会拥有类似的本源。道果神鹰以及金丹都是华夏神眷者的本源，本源一出，非死即生。剑仙这是在搏命啊！就连山田拓海也以为柳如风疯了，居然如此轻易祭出自己的本源提升神性，即便是赢了，恐怕你也活不了多久了。可对此，柳如风的眼中满是坚毅。塞外伐一族数十年，无数尸骨铸剑新道果，今日毁去确实有些不舍，但我的道果实剑锋出鞘，必是守护万家灯火。像你们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横贵位，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说完，柳如风将剑抛向高空，大喊道：“剑来！”下一刻，在场所有人手中的剑都朝擂台袭去。仅仅片刻，就在柳如风的身后形成了一道剑阵。山田拓海见状，脸上第一次露出紧张的面容。这一剑落下，或许我真的会死。与此同时，另一边看着还在浊酒的李白，须佐之男无比的愤怒。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道神明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可得到的回复却是李白漫不经心的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让须佐之男原本就很臭的脸色更加臭。恰好在这时，他注意到已经陷入下风的山田拓海，于是也不再犹豫，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技能天威领域。随着他将手缓缓举起，无数的雷霆开始汇集。天行已至，还不速速受死！下一刻，被雷霆包裹的李白便发出痛苦的哀嚎声。华夏观众顿时万念俱灰。天呐，剑仙这是在渡劫吗？而其他国家的高层则以为胜负已定，开始汇聚在一起商议如何划分华夏的土地。只见天竺国的掌权人大手一挥，一张华夏地图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樱花国作为战胜国，可以分润华夏一半的土地和人口。见天皇老狗点头没有异议后，他又继续说道：“我们天竺国的诉求也不是很高，就是要剩下土地和人口的1/3。结果话音刚落，棒子国就提出了反对。凭什么你们天竺国能获得剩余的绝大部分土地，而我们能够分享的却连你们的一半都没有？这不公平！”闻言，天竺和尚没有回答，而是缓缓地走到他身前，随即毫不犹豫的一巴掌将其扇倒在地。呵呵，凭什么？是不是在这一战结束之后，你想让湿婆神的光辉布满整个汉城？此话一出，棒子国的高层满脸恐惧。不，我们没有异议了。与此同时，擂台之上，山田拓海在柳如风的攻击之下节节败退。看着此刻如同战神一般的华夏剑仙，这个帝国神子像吃了屎一样难受。可恶，心神合一让他整个精气神都处在最巅峰的状态，这种状态几乎完美，能够爆发出远超 S 级神眷者的实力。必须要让他的心神出现破绽，才有反制的机会。想到这，山田拓海开口道：“你现在爆发本源根本无法坚持太久，等燃烧殆尽后，不过是待宰的羔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同意加入我们樱花国，你不仅将拥有等同于我的权势和财富，甚至还会倾尽一切修复你的本源。”可对此，柳如风却只是呵呵一笑，随后二话不说，再次持剑冲了上去。巨大的冲撞力瞬间就将山田拓海击退了25米远。是吗？可是我在你眼中貌似看到了恐惧啊！闻言，山田拓海没有否认，而是看向了另一处战场。以你现在的状态，我确实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你的神明好像快坚持不住了。须佐之男是高天原最冷酷的处刑之神，神之微光，普度众人，你的神明根本无法逃脱。然而没等他话说完，就被柳如风打断：“神不贪，为何容不得一点对其不敬？神不恶，为何要将地上千万生灵命运握于手中？神又有何微光？”惨死的华夏将士和遍地的华夏恶殍，他们如同昨日光景一般历历在目。我等皆是自由身，谁又能高高在上，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我，深知再拖下去局势会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是便冲着擂台大声喊道：“剑仙，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周围的观众虽不清楚缘由，但还是扯着嗓子一同喊了起来。而听到这两句诗词的李白，体内突然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下一刻就将所有的雷电全部隔绝在外。看到这一幕的樱花国观众顿时傻眼了，完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能够挣脱高天武神的束缚。而反应过来的须佐之男则缓缓拔出了十拳剑。千万年了，除了攀爬挣扎的幼年，我从未拔出过这柄剑，现在就让你这个异神来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大和剑道吧。